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握三角令奇文的人，财富无边，命运显赫。手相一直是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人们对于手相能够揭示未来的神秘力量充满信仰，这使得许多人都愿意仔细观察自己的手相。在众多手相中，三角令奇文是一种独特存在，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对这个手相纹路的实质了解甚少。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探索三角令奇文在手相学中的真实含义，它是否蕴含特殊解读，以及它是否与个体的天命有着深刻联系。三角令奇文作为手相中的一种独特纹路，引发了人们的好奇。这个手相是否有着独特的解释，以及它是否承载着个体天命的信息，是许多人迫切想了解的问题。通过深入研究三角令奇文的解读，我们或许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个神秘领域，以及手相如何向我们展示未来的走向。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三角令奇文是什么手相？三角令奇文是手相中一种由几条线构成的三角形纹路。手相学认为，手掌上不同位置的三角令奇纹常常具有不同的寓意。例如，如果三角令奇纹出现在生命线上，这可能暗示着个体在为人处事方面具备较为圆滑的本领；而若三角令奇纹出现在手腕线上，则可能表明这个人将会在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三角令奇文手相的命运。财运三角令奇文是一种由财运线组成的特殊手相纹路，这种纹路具有深长而清晰的特点，由三条财运线起源于水星丘，然后向下延伸至手掌心，其中一条财运线与智慧线交汇，再向下与生命线相交，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三角令奇纹。如果这个人的手掌厚实、踏实而肯干，同时福禄深厚，再加上代表财富的三角令奇文的相助，那么他必定一生中不会缺少财富，家财将是万贯之多。这种手相的配合似乎为个体带来了丰厚的财运，将他们的财富积累推向一个井喷的局面。这个人不仅具备了实际的工作才干，而且拥有厚实的手掌，这或许表明他在事业上的稳定性和坚实性。同时，福禄深厚的福报似乎为他铺设了一条通向财富的康庄大道。三角令奇文的存在则被视为财富的象征，象征着不仅有财富的机遇，而且能够成功地把握住。这种协同作用似乎为个体的财富运势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其财富不断地向前发展，可能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手握三角令奇文，富贵无边。富贵三角令奇文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手相纹路，它由生命线、智慧线和财运线两相交，形成一个完整的三角形图案。这个独特的手相图案象征着个体的财运非常强大，金钱很容易在他们身上聚集，财气丰隆。根据相学的解读，这独特的手相纹路预示着个体的身价可能会达到亿万级别，仿佛富贵无边。这罕见的富贵三角令奇文似乎为个体带来了卓越的财富运势，使其财富积累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水平。富贵三角令奇文是一种罕见而特殊的手相，象征着不同寻常的财富机遇。这样的手相纹路或许意味着个体在事业发展和财富积累方面具备了与众不同的优势，其身价有望达到亿万级别，财富仿佛无穷无尽。这种独特的富贵三角令奇文似乎为个体铺就了通往富贵之路，使他们在财富的积累上表现得异常出色。普通三角纹和双重三角纹。在手相学中，有一种被称为普通三角纹的手相图案，它在手掌心形成一个大而端正的三角形。这类三角纹虽然标准，却也因为其普通而表明此人具有端正的品行。根据相学的解读，这种手相预示着个体的财运相对较好，尽管不是大财运，却也不断有小财运的涌入。他们或许不是大富大贵之人，
但也能够衣食无忧，过上相对安逸的生活。这普通而标准的三角纹似乎为个体带来了适度的财运，使得他们能够在生活中享受到一些小财富的回报。尽管不是富甲一方，但他们依然能够安居乐业，感受到生活的舒适与无忧。这种平和而实际的财运状况，或许使得他们在面对生活的各种变幻时更加从容自在。这普通三角纹的存在象征着适度的财运，虽然不是财富无穷无尽，但也为个体创造了一个相对宽裕的经济环境。在这个平稳中，他们或许更注重安逸与舒适，享受着小财富带来的愉悦。这样的手相特征或许反映了一个人对于平凡生活的满足，以及对于适度财富的理性追求。5. 双重三角纹。掌心明堂内的双重三角纹及内嵌三角纹是一种在手掌上独特而罕见的手相图案。这特殊的手相纹路预示着个体的财运非常丰隆，大财运时有发生。这种三角纹不仅位于掌心的明堂位置，而且内部嵌套着大小2个三角形，它们紧密相贴又内嵌其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手相形态。据相学解读，双重三角纹的出现代表着此人的财运丰隆，外财源源不断，而大财运更是有望发生。他们的身价可能轻松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金钱似乎不再是问题。这样的手相图案仿佛为个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运势，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处于一个相当显赫的层次。这特殊而独特的手相纹路不仅清晰展现了财富的丰盈，更强调了个体在财运方面的独特优势。这样的手相仿佛是个体在追求财富和成功之路上的有力支持，它象征着财富源源而来，为个体创造了独特的财富机遇。这种独特的手相纹路可能还意味着个体在财运方面拥有独到的天赋和优势，为其在商业、事业等方面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样的手相如同一面璀璨的旗帜，引领个体驶向财富与成功的航程。通过深刻理解这一手相特征，个体或许能更好地把握财富机遇，实现在财富积累和事业发展上的杰出表现。6. 手相纹路与财富的综合作用。手相是破解人运势、财富吉凶的重要线索，而要全面了解一个人的财富状况，需要考虑手型、纹理和符号的综合，三者的相互关系才能为我们描绘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画面。首先要观察手型是否得体相配，这是解读手相的第一步。接着关注主线纹理的伸长情况，看是否有杂纹或不利符号的出现。最后要细看是否存在吉利符号来助力运势。当这三者齐全时，通常预示着一个人可能是大富贵之人，若其中两者占据中，富贵的可能性增大；而如果只有其中一个方面得到体现，可能仅是有钱人。当三者皆无时，往往代表着一个人需要通过辛勤的劳作来挣取财富。然而，个人的命运和运势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手相的因素外，还需考虑到相面和所处环境的风水等因素。当然，个人的勤奋努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有着良好的天赋并付出不懈努力，才能够在人生道路上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手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的成功来自于多方面的努力和机遇的交汇。不论是财运三角令旗纹、富贵三角令旗纹、普通三角纹还是双重三角纹，握有三角令旗纹的人似乎注定了将拥有丰盈的财富和显赫的命运。手相纹路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通过全面考虑手相的特征、纹理、符号以及周围环境的风水，我们可以推测一个人的财富状况和命运轨迹。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手相提供了重要线索，最终的成功仍然需要个人的勤奋努力和充分发挥天赋才能够实现。手握三角令旗纹似乎象征着一种财富的源源而来，以及命运的显赫和卓越。不同类型的三角令旗纹可能预示着不同程度的财运，但它们都是手相中富有象征意义的纹路。然而，我们要明白，
手相只是决定个体命运的众多因素之一，无法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真正的成功需要个人在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和努力，才能够取得。好了，今天的分享讲16种发财手，注定能富贵。有的人从一出生运气就特别的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异常的顺利，而且收入也很高，日子过得非常富裕。这样的人也许并不是很大，但确实是存在。这其实跟他们有一双发财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哪些手相才算是真正堪称为发财手，赚钱容易。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手指如竹笋，金竹手。在手相学中，手代表了一个人的抓财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如同竹笋一般细腻而修长的话，这种人大多命比较好，容易富贵。这种手相的人大多非常的善于理财，有着很强的抓财能力，善于运用金钱去做一些投资，能够让钱生钱，手里掌握的金钱也会越来越多。如果再得到一些贵人相助的话，必定能够富甲一方。2. 手软如棉花。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长得柔软且很有肉感的话，这种人大多先天命格比较好，容易出生在富贵之家，从小生活无忧，还容易得到家中长辈和亲朋的相助，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比较容易获得成功。而且性格淡多温厚，命中的贵人运较好，容易得到贵人相助，无论在生活和事业上都比较顺利，挣钱也比较轻松，一般都不会缺钱花。3. 掌红如血色。手掌的颜色代表了一个人的气血健康。如果一个人的手掌颜色长得较为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血气充足，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都比较的充盈，做起事儿来很有干劲儿，属于天生的上帝宠儿，命中很有福气和财气，一生财路畅通，财源较广，做事如有神助，一辈子财源滚滚，很难受穷。4. 掌中有黑痣。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心部位长有黑痣的话，这类人大多观察力非常的强，而且考虑问题思路也比较的独到，很有远见和抱负，内心也比较强大，能够承受挫折和压力，所以在事业方面总是能够看到别人发现不了的商机，特别的适合做生意，总是能够抢占先机，挣钱的渠道比较广，速度比较快，善于积累财富。5. 有贵人线。所谓贵人线，就是指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的弧线，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明显，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如果手上有贵人线，表示此人一生大富大贵，而且贵人运特别的好，做事情容易遇到贵人相助。这种手相的男人财运极好，赚钱厉害，大多能拥有很多资产，家人也跟着享福。有此手相的女人容易嫁给一个有能力且有经济实力的男人，一生不会为钱财而犯愁。所以但凡是有贵人线的人都不会缺钱，日子过得非常的富裕。6. 无名指长。如果一个人无名指长得很长，跟中指差不多长度的话，表示此人很有创作才华，有天赋，脑子灵光，会赚钱，而且财运也是非常好。不管做什么职业，只要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能够从中获利，而且收益可观。无名指长的人一般都特别的聪明能干，颇有智慧，做事有头脑，大多数是靠脑子吃饭，不用太辛苦，就能把日子过得很好，钱财不缺。相反，如果无名指特别短的话，那就表示此人很辛苦劳累，而且有可能比较喜欢赌博，总是想着一夜暴富，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最后一败涂地。7. 财运线清晰。财运线是在位于无名指的下方竖向的纹路，有的人可能不是很清楚，有的人却是清晰可见。财运线一般都跟成功、收获、财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常财运线生得特别明显的人，财运会很好，赚钱机会多，而且他们擅长理财，会把赚到手的钞票合理安排或者进行投资，让现有钱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反，如果财运线不明显，或者根本看不到人财运较差，缺乏理财能力，即使辛苦赚到一些钱，也不会好好安排。8. 手掌有财库。手相学中所说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当中的纹路相互交叉，呈三角形或者方形，通称为财库。
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也不是很多，有的也是模模糊糊不太清楚。如果掌中财库生得很明显的话，表示此人财运极好，有一定的资产，一生都不会缺钱。他们天生就是富贵命，即使不用太辛苦，也能拥有比别人还要多的财富。这样手相的人大多都是自己创业者，不愿意寄人篱下为别人打工，也不愿意被别人管着。其实就凭借他们自己的真才实学，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自己创业，通常都是做得风生水起，收益可观，日子过得非常的富裕。9. 掌心藏水。所谓掌心藏水，是指把手平摊开来，中间整个凹陷下去，倒水进去都不会溢出来。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财运也非常的好，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容易赚到钱。有此手相的人聪明能干，智商情商都很高，人际关系较好，也懂得利用身边的人脉资源，开通自己的事业道路，容易获得成功。他们不仅会赚钱，更会理财，比如说买一些理财产品，或者去做一些比较靠谱的投资，从中获利。这种手相的人也堪称为发财手，赚钱容易，存钱也很厉害，大多数都是有存款的人。10. 手相线纹清晰。清晰的手掌纹呈现了其人有着非常稳定的生活规律，为人处事也是相当的讲原则守规矩。这类人的财运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不断提升，并最终让命主成为一名有钱人。可以说，用于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并非是偏财运很旺盛，但至少有着极佳的正财运。他们的才华和能力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提高。中年之后的财运明显好于年轻时候，到了老年阶段，不仅有着出色的财运，更会获得稳定的福运、儿女运。11. 手掌掌纹呈 M 型。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与手掌上其他的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型。有此手相特征的人通常很有事业心，拥有远大的目标，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不达目的绝不放弃。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假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表示自己还不够努力，或者是努力的方向不对。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是事业的方向，他日一定能够跃升到富翁的行列。12.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假如智慧线末端有支线向上延伸，预示其人非常的有商业头脑，而且有很强的金钱观念，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很会利用一切机会招财，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钱。不过其人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的节省，要以用吝啬来形容。13. 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位于小指的根部，掌管一个人的财运、社交和商业头脑。水星丘生的红润且向上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才能，而且财运也相当的好，容易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只要努力肯付出，便能获得大笔的财富。此外，其人自身的交际手腕也很棒，应变能力很强。若从事商业经营之类的职业，更容易成功，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14. 钱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有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15. 太阳丘或木星丘上有星纹。在太阳丘或者木星丘这两个部位的任一个部位出现星纹，预示其人拥有特别的好运，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心想事成，赚到很多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假如本人不善于把握机会，努力付出，也会自己消失。16. 太阳丘上出现十字纹。手相学中将无名指根部的位置称为太阳丘，掌管人的财富和名声。假如太阳丘上出现十字纹路的话，预示其人近期要发一笔财。假如出现许多细小的小格子，表示其人是一个赚钱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手有此特征必定能够大富贵。
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比如说从面相上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再比如他们还可能拥有富贵手相，哪怕颓废懒散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那么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有哪些特征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儿。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都能够受益，大吉大利。二、手掌厚实有肉且柔软。手掌很薄或者是手掌无肉，都是骨头，这样的手相一般是没钱、无福、无财的手相。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只怕是个劳碌命的人呐。如果一个女人手相厚实有肉，十分的柔软，这样手相特征的人便是一个十分富贵、有钱、命运很好的女人。她们收入很高，财运很好，从来不缺钱花，家境很好，通常来说是出生于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另外，这样手相的女人在事业上的能力很强，也会成为一个事业有成、婚姻幸福的女人哦。三、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数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如果女人的双手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儿。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的强，不但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和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四、食指短。天生食指比较短的人，无论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尤其是对待工作，简直是一丝不苟。他们为人很实在，没有心机，深受大家信任。如果手指关节是凸出来的，那么则意味着他们的思想很独特，总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让人感到很新奇，而且能够把它们变成现实。手上有这种特征想法的人，在事业上会有很大的成就，能够富贵一生。五、手中的线形成元宝形状。手中有很多线，一般有3线主线和其他的1线辅线。这些线如果构成古代的金元宝形状，即向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富就会越多。有的人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的形状，这样的女人也会很富有。总之，这些元宝状的线代表着生活富贵。六、手上有财库纹。说到手中的财库纹，自然是会与财运有很大的关系。手中的线相互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人，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种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他们在财运上的运气会比较幸运，容易大富大贵。除此之外，女人手上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叫做理财纹。女人手上有理财纹，具有理财观念和能力，通常是会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是出纳，很会理财，无论是给别人还是给自己。七、天纹清晰细绣。天纹是手掌中最上方的纹路，也就是西洋相学中的感情线。如果一个女人手相中的天纹到达食指下方，而且纹路清晰细绣，说明命主面对感情十分的真挚，个人的修养以及情操都很高尚。倘若能与门当户对的人结为夫妻，在今后的日子里相互扶持，能把家庭和事业打理得很好。八、掌心凹陷。我们的手掌心是手相中比较重要的，因为上面有很多的纹路。想要知道自己的手相有没有富贵的信息，可以将自己的手掌伸直。如果手掌的掌心部位出现了一个凹陷的坑，有明显的凹陷，这样的手相特征是典型的富贵手相，在生活中也十分的罕见。根据相术学的说法，手掌心有凹槽的手相称为聚宝盆。一般来说，这样手相的女人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在生活中的财富会有很多，
似乎所有的钱财、金钱、财富都会自动的往他们身上靠拢，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金钱与回报，所以这样手相的女人非富即贵哦。9. 手指比较细长，手指的长短也是有说法的，短有短的说法，长有长的说法，而细长的手指在手相中是最好的。手指细长在好的富贵女人手相中分为2种，反正就是看起来协调一些就对了。哪怕是手指粗一些，但是自己整体看起来是和谐的，也是显得细长的，也算是作数的。其实每个人和自己相处久了，自己最了解自己，因此自己看也会更加准确。10. 食指和中指之间有一些缝隙，我们的手指是手相算命中的一部分，是能看出运势的。如果一个女人的手相中食指与中指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缝隙，这种手相特征的女人也是一个富贵命的女人呢。虽然她们有些放纵不羁，有些喜好自由，有些反感被约束的生活，但她们的大脑非常的灵活，心思细腻，思维缜密，是一个做事勤快、有头脑且非常努力的人。所以这样手相特征的女人必定可以成为一个富贵之人呢。11.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益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等。12. 手上有2条玉柱纹。手上有2条玉柱纹，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的有钱，她们可以享子女的福气，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要保持淡定的心态，不可欣喜若狂，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13. 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交的手相，人们碰到的并不会太多，而且我们从掌纹上来看，事业线和生命线应该是比较重要的2条大线。如果这2条大线呈现一个相交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人一辈子都非常的顺利，事业上做得顺风顺水，而且还能得到财神的照顾，从而坐拥无数财富，让自己走上人生富贵的巅峰。14. 无名指根部丰满。无名指根部丰满的人是那种头脑非常灵活的人，而且也是比较敢打敢拼的。他们这种人非常的适合去做生意，他们的生意头脑是非常灵活的，所以说也能够赚取一大笔的财富，再加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是比较强，所以说能够达到第一个去赚钱的人能够大赚一笔。15. 水星丘饱满命富贵。水星丘的位置处于小拇指的下方，手掌伸直之后有略微的隆起，此处便是水星丘。一般水星丘比较饱满的女人有财气，有福气，且从性格角度来说，她们不但很精明，而且能说会道，一看就是属于那种很精明能干的女人。所以这样的女人做事情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不是能够嫁入豪门，就是自己赚大钱，做老板，成为女强人。这些手相的女人都是属于有着非常好运气的人，她们都是属于那种有着亿万富翁的手相，通常都是能够占到非常多的钱财。这种人的财运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整个人的眼光也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能够进行投资理财，让自己的钱财越……我是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这几种罕见的手相，一生事业财运旺。你是不是经常听到一个说法，每个人的手上有3条线，生命线、智慧线、爱情线。很多人也会偶尔拿这个开玩笑，说自己的命运，但其实看手相真的能窥探到一个人的性格命途。若你拥有这几种罕见的手相，就有大福气了。1. 双重智慧线。智慧线是每个人都有的，一般来说，一个人都只有1条智慧线，
但若是出现2条智慧线，就是十分罕见的手相了。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天生聪慧过人，学习能力强，因此事业运较旺。若是男性拥有双重智慧线，事业上会有大成就。不仅如此，在婚姻上也会有贤良的妻子相伴。若是女性拥有，也是一样的。2. 魅力线。魅力线又叫领导线，它是在手掌的大拇指下方向手腕延伸的2条线。拥有这样手相的人，天生就拥有很好的领导能力和主导魅力，拥有很强的责任心，很会照顾人。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有着这种线的人一般都很可靠，是结婚对象的佳选。要是遇到了，最好不要错过哟。3. 贵人线。贵人线顾名思义，就是指有贵人相助。贵人线是在生命线的旁边，有3条。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都有贵人相助，遇到困难也会在贵人的帮助下很好的得到解决，可以说是那种运气好到爆的人。而拥有这个线的人会遇到好姻缘，家庭美满幸福。4. 断掌纹。我们经常听说有断掌的人打人很疼，似乎断掌也挺常见的。但实际上，拥有断掌的人并不是那么多。所谓的断掌纹，就是手掌上只有1条很明显的手纹，横穿整个手掌。拥有这种断掌的人，性格上直来直往，做事不够圆滑，人缘交往上有欠缺。但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有很好的事业运，而其中若是断掌纹和玉柱呈十字交叉的形状纹路，则是断掌中的大富大贵命。5. 川字纹。川字纹也就是指我们常说的手掌之中的智慧线、生命线、爱情线，这3条线完全不相交，而呈现出川字的形态。拥有这种罕见手相的人是个典型的事业型工作狂，性格上独立自主，动手能力强，聪明睿智，可以靠自己闯出一番天地。6. 凤眼纹。凤眼纹就是手的拇指关节那里有一个明显的完整的椭圆，没有断开的地方，看着像凤眼一样。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喜欢读书，头脑清晰，理解能力较强。这种手相十分难能可贵。拥有这种手相的人福运非常好，能逢凶化吉，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而且婚姻幸福，财富运强，是极为有福的手相之一。7. 手掌凹陷。把手掌摊平，若你的手掌平摊后中心凹陷，倒水还可以留有一点水在手心，
那这就是掌心存水，水对应财位。也就是说，拥有这种手型的人十分聚财，福气很好，是大富大贵的命哦。8. 手掌肉厚。其实不管从手相还是面相来说，薄都不算是有福之相，厚则与之相反。如果你的手掌十分的厚，肉感很强，摸起来比较柔软，那么恭喜你，这是有福之相，说明你的福气很好，财运绵绵。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比较宽厚温和，如果足够努力，就能事业有成，一生富贵。9. 食指无名指一样长。一般情况下，人的5根手指头是明显长短不一的。若5指之中食指和中指一样长，就是十分罕见的富贵手相了。这样的人极具聪明才智，也有足够的发展机遇，而且懂得审时度势，能够很好的把握机会，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做出一番事业，并且积累无数财富，成为富贵非凡之人。你中了几种呢？如果想了解更多手相知识，可以看看我的其他视频，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今天就讲手捏金角必暴富的发大财手相，一点三角纹在手必发大财的手相。无名手指根和小指根之间有细细的斜线，我们称之为财运线，月表是月进财富。食指的第2节有指节纹，如果有3条纹，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豹纹。这种人不缺钱，往往也有更多的机会变成财富。手软肉软，气血很好手掌。作为女人的手，在家庭中可能掌管经济权力，掌管家庭生活，在事业上可能日新月异。如果赶上了好时光，再加上后天的努力和聪明的头脑，事业就不会单打独壮。总之就是滚财源。事业线从智慧线出发，这样的掌纹是属于大器晚成的人才，往往在年轻时没有抱负，在中年事业才会发展，可以实现很好的事业。事业线从生命线出发，能具有超人的战斗力，精神充实。由于自身的权力以富，企业将会大大前进，取得更大的成功。假设手掌的形状是一个大三角形，是吉祥的手掌，说明这个人不仅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财富也很强大，很有可能成为领导者。如果这个人的手掌呈三角形，那是一个很好的征兆，不仅代表了事业的富裕，而且不论男女都有更大的机会遇到更好的伴侣。2. 手中钱财纹多，财库多的最有钱。什么是钱财纹？什么是财库？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财库则是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有这种手相的男人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成为有钱人。3. 川字形手相的最有钱。川字形的手相，这种手相一指手掌中的3条主线互不相交所形成的。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事业心比较重，
悟性高，直觉好，因此属事业上比较容易成功的。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事业平步青云，财运才会越来越好。因此，这类男人不缺钱花，在外人看来也是最有钱的。4. 财运前伸直的最有钱，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会成为有钱人。第2，5种一生无财的女人面相：个性高傲，翻脸无情，娶了一辈子走霉运。嫁人是女人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每个女人都想着自己穿上美丽的婚纱，嫁给最心爱的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有很多女人很适当的年纪就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步入婚姻。然而也有的女人到了结婚嫁人的年纪的时候，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没有把自己嫁出去。有的女人迟没有把自己嫁出去，除了一些社会因素外，跟自己的面相也是相关联的。那么什么面相的女人是很难嫁出去的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1. 泪膛凹陷色暗的女人，泪膛枯陷，眼睛无神，冷淡，让男人提不起来兴趣。实际上卧蚕部未会，暗的代表女人肾气不足，性能力欠佳，男人自然而然无味了。泪膛即是下眼睑，这里枯陷的人多数属于没有情调，刻板木讷，不懂浪漫，也不懂与异性相处，引不起异性对他的兴趣，终日郁郁寡欢，难以让人喜欢。因此拥有这种面相的女子难以嫁出去，即使有天嫁出去，也难得老公喜爱。2. 两耳无轮的女人，两只耳朵就像蒲扇一样，没有耳轮，薄薄的类似于一张纸。这样的女人先天肾气亏虚，生育会有困难，且性能力不足，与男人相处会缺少。女人天生的吸引男人的媚劲儿，即使男人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了，也会慢慢疏远。3. 额头高凸的女人，额头高高大大，并且前凸的女人，这是凡事都要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的面相。这样的女人老成持重，性格偏于理智，不会冲动做事，但这样往往也导致了她该出手的是不出手，错过了美好的姻缘，而且很容易喜欢上年纪大的男人。4. 眼睛突出的女人，女人的眼睛类似于青蛙眼的，向外凸起，这样的女人刚愎自用，性格暴躁，缺少女人味道，就像男人一样脾气大。男人除非是吃软饭或者性格懦弱，否则早早的就吓跑了。凸眼睛的女人疑心重，爱唠叨，顶撞男人，处处的体现强势。凸眼睛是指眼球有点向外突出，而且比较明显。拥有这种眼型的女人，一般有点神经质，小心眼，啰嗦，做事情反复无常，喜欢说3道4，惹人烦，办事情总是有头无尾。谈恋爱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总是激情四起，但却有始无终，因此在情路上跌跌撞撞，最后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5. 山根过高的女人，山根位于鼻梁的根部，这里是鼻子与印堂接壤之处，代表了个性与自我。女人的山根明显高高挺起的，这样的女人会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个性更是强烈，男人无法驾驭，并且容易态度傲慢，目中无人，好男人都会望而却步了。6. 额头低窄的女人，额头低窄，发际线很低，额角有窄窄的，这样面相的女人容易生气贪心，且遇事多想不开，凡事不以大局为中心，想法偏私狭隘，总想攀高枝，但是事与愿违，
越是攀高，越是命运不济，难以找到理想的男人，甚至岁月蹉跎依然孑然一身。7. 耳轮过于突出的女人，耳轮扩反，任性反叛。耳轮扩反的人性格活泼好动，爱好表现自己，但又很叛逆，喜欢唱反调，好辩论，好胜，不赢不罢休，因此惹人反感。女子如果是耳轮扩反，个性倔强，脾气大而过于主观，说话做事常常让男人落下了台，缺乏包容的心，因此男人都不喜欢与她交往。8. 额头宽而方正的女人，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个人能力。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长得方正而宽阔的话，这种女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个人能力也比较强，事业心旺盛，能够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妥当，个性独立而强势，对他人的依赖心不强，在男人面前也总是展示出自己很有能力的一面，而且心气非常高，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也比较的苛刻，既不希望对方太强，也不喜欢对方太弱，性格太强的他们接受不了，性格太弱的心智长时间被他们压制，很少有男人能够受得了，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9. 脸盘宽大的女人，像书中有言，面大妇人多不孝。如果女人脸盘过于宽大，再加上两腮枯陷无肉的话，这种脸型也称为柿饼脸。这种女人大多看上去脸生横肉，给人一种较为凶悍之感，而且做起事来也非常的蛮横跋扈，不讲道理，家里的事都要自己说的算，而且个性顽固，一旦决定的事情，谁劝说也改变不了，做起事来狠辣无情，不留余地，毫无情分可言，对老人不孝顺，对丈夫和子女没耐心，婚姻多不顺，一旦离婚的话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性，注定孤苦。10. 双拳塌陷的女人，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权力欲和处理事情的手段。如果女人的双拳部位塌陷无视的话，这种女人大多自我意识淡薄，内心也比较的阴暗，性格懦弱不堪，做事没有原则和底线，而且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差，做事从来不会正大光明的来，只会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耍阴招，性格方面较为内敛和消极，总是把事往最坏的方面去想，还喜欢在背后算计，即使是身边的丈夫或亲人也不例外，还容易把自己的坏情绪传染给身边的人，生活过得压抑而痛苦，婚姻很难顺利。11. 鼻子大而露骨的女人，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和自尊，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和人际关系。如果女人的鼻子长得大而露骨的话，这种女人一般自我意识非常和自尊心都非常的强，凡事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有着很强的表现力，也希望别人都围着他们转，善于表现自己，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有着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和傲气，眼光非常的高，容易看不起人，特别的难相处，也很少会有男性敢主动靠近。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